长江禁渔才3年就局部鱼群泛滥，沿岸居民屡次看见江豚畅游，这让很多人质疑禁渔10年真的有必要吗？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公告，自2020年1月1日起实施长江10年禁渔计划，期间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，给长江沿岸渔民安排了新的工作。过去几十年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下，竭泽而渔是普遍现象，长江就是最典型的受害者案例。绝户网、电毒诈，无所不用其极，生物数量大幅减少，硬是凭实力把江豚、娃娃鱼都送上了国家保护动物名单。2019年，长江在生物完整性指数评定中直接被评为了最差的无鱼等级。在这样残酷的危机面前，人类终于醒悟了，亡羊补牢，为时不晚。才开始只是设置了每年3个月的禁渔期，但很快专家就发现，短期禁渔完全是徒劳无功。就以最常见的4大家鱼为例，它们的繁殖生长期至少为4年，3个月禁渔期的成果还不够补上3天，谈何恢复生态？最终，农业部咬牙做出了禁渔10年的决定。10年是无数专家在对长江流域进行水质评估以后，又结合生物调查得出的结果。这么长的时间才可以让4大家鱼繁衍2-3代，真正做到数量回升。10年禁渔令颁布初期，以身试法、不当回事的人不在少数，但很明显，他们都低估了国家对10年禁渔的重视程度。2021年2月，丹口镇太平村就有2个村民因为想要改善伙食，将点燃的爆竹扔进了属于长江流域的河道，把鱼震死或震晕后捕捞，然后被热心群众举报，喜提县森林公安局取保候审，主打一个鱼入人网，人入法网。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，这2个村民收获的6尾小鱼，长短粗细不过成年人手指，生动形象地诠释了什么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。长江鱼群出现泛滥之姿。去年5月，在长江镇江段就有网友拍到大量鱼跃水面的壮观景象。今年8月的时候，安徽黄棚闸口被拍到黑鱼成群，密密麻麻的鱼群几乎铺满了水面，还有人在三峡坝区见到了几十上百斤的赶鱼。这些肉食鱼类的重新出现，让许多食草鱼瑟瑟发抖，直接躲到浅滩避难。更让人激动的是，就连禁渔前差点销声匿迹的江豚，这2年也几次被看到3-3两两的在长江里嬉游。不少渔民和钓鱼佬见状，手中的渔具已经开始躁动，纷纷喊话当局：10年禁渔没必要，照现在这么发展，万一形成渔灾了怎么办？不如趁早解禁。可事实真是如此吗？还是太天真了？仔细分析一下每个闹渔灾的地区，就会发现事情不简单。往往这些发现鱼群大量聚集的河段都有一个共同点：水温适宜且有丰富的水草资源。水草不光能填饱食草鱼的肚子，还能保护鱼卵不易被天敌发现捕食。所以发现渔灾的地区就跟假期的旅游景点一样，一到繁殖期，各地的鱼都跑来产卵，完事了还是各回各家。这也就意味着，视频拍到的所谓鱼群泛滥，可能是周围几条支流的鱼都在这了，平均分配到每一块水域，也称不上泛滥。目前长江鱼类增加的大部分还是食草鱼类，比如鲤鱼、鲫鱼等。这些鱼类本来就繁殖能力极强，基础数量多，相对也更容易恢复。只是这些鱼的数量大幅上升，还远远不够。长江中的肉食性鱼类，例如赶鱼，尽管与禁止捕捞之前相比，数量已经出现了上涨，但要达到正常水平，还需要漫长的时间，短期内看不到效果。而一些本就数量稀少的鱼类，比如水中大熊猫、白鳍豚，又在当初的大肆捕捞中损失惨重。即使禁渔10年，我们怕是都不能再一睹它的身姿。我们现在只能偶尔在长江中见到的江豚，估计老一辈知道了都要说现在年轻人真没见识。毕竟从前的江豚都被叫做江猪，一是因为它们总是吃得圆滚滚的，像小猪一样，主要也是过去太常见了。上世纪50-60年代，坐长江轮都随处可见成群结队的江豚，在老一辈眼里，跟农村散养的猪没多大区别。长江禁渔才3年就鱼群泛滥，在长江生态系统中，草鱼和鲫鱼等食草性鱼类的数量急剧增加，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。通常情况下，生态系统中物种的恢复都是从食物链的第一层级开始的。过往千亿年的事实都证明，只要人类不横插一脚，大自然有足够的能力调节生态系统平衡。即使3年禁渔初见成效，局部地区鱼数量大增，长江鱼灾泛滥也根本是伪命题。不过，就算没有到泛滥的地步，3年内恢复到如此程度，也是相当不错的成效。有人因此提出了质疑：禁渔前的长江生态环境真的像传说中那般不堪了吗？90年代至2017年。
30年间，不挑食也没有直接天敌的江豚数量锐减至1/2，登上了国家保护动物的名册。2007年，有水中大熊猫之称的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。随后不久，白鲟和长江飞鱼也步了白鳍豚的后尘。这只是长江生态遭到毁灭性破坏其中的受害者代表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整个长江就我们已知的水生生物有4500多种。因为过去几十年的过度捕捞和水利工程修建，其中濒危物种高达300种。这组数据足以说明长江当时生态环境的危急。而这3年间的起色，除了相关工作人员严格落实禁渔政策，还得庆幸我们悬崖勒马，没有像曾经的纽芬兰渔场一样，事态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，才悔不当初。古语说：“树谷不入跨池，鱼鳖不可胜食也。”人与自然息息相关，我们需要珍惜和保护大自然，这实际上也是在保护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的利益。只有适度的取用自然资源，大自然才会回报我们一个美好的未来。每天嗨科普，我是闪电哥，咱们下期见。